老龙村突发灭村惨案，沦为死村。上百人的村庄为何一夜之间就离奇死绝？吓死过人的中式模拟恐怖片又来喽！今天给兄弟们带来的是中式模拟恐怖的代表神作《戏子》。咱说为什么中式模拟恐怖片会成为无数80、90后的童年阴影？说白了，就是因为它借用老旧录像带、电视台信号故障、模糊失真的复古画质做外壳，故事内核又精准抓住了咱们这代人最熟悉的生活记忆，例如县城闭路电视啊、地方新闻啊，还有90年代咱们刻进脑子里的电视广告。这些原本无比日常的事物一点点发生诡异的变化，怀旧氛围感和细思极恐的诡异感叠加在一起，这才造就了独属于80、90后挥之不去的童年阴影。温馨提示，由于本片过于诡异，强烈建议艾特你胆儿肥的朋友一起观看。故事开始在凌晨2点半，地方台的奇闻大观准点开播。这期的主题就8个字：死村探秘，雪鹅惨案。镜头先怼向一座废弃的老戏院，主持人李静兰的声音平得离谱。越剧新秀雪鹅声名鹊起，常常座无虚席。然而好景不长，紧接着镜头一转，直接扎进了深山里的老农村。这路边的杂草长了半人多高，家家户户的门窗都半掩着，大街上横七竖八躺了一地死人，整个村子连一声狗叫都没有，静得邪性。大白天的画面愣是拍出了阴间的味儿，越瞅越让人难受。咱懂行的兄弟一眼就能看出来，这都是典型的岭南青砖老屋，每家每户都有天井有神龛，可邪门就邪门在。村里死的人全被整整齐齐摆在了神龛底下，脸都冲着自家大门。懂民俗的都知道，这姿势本来是接福归堂的喜事礼节，结果用在了死人身上。而这满村的怪事儿根子全在一个叫雪娥的唱戏姑娘身上。这姑娘当年可是凤鸣戏院的当家花旦，台柱子级别的人物，只要她登台，台下保准坐得满满当当，10里8乡的人都赶着过来听他唱戏。人家这本事也不是天生就有的，从小跟着奶奶学越剧，天不亮就起来吊嗓子。咱说就这份心气，这份本事，搁现在高低是个青年艺术家，结果在那闭塞的老村子里反倒成了离经叛道的罪过。后来奶奶走了，就给他留了一台旧收音机，里面存着奶奶生前录的戏段。对雪娥来说，这台收音机比命都金贵，戏台是他的根，这收音机就是他跟奶奶唯一的念想。可村里那帮老顽固哪管这个啊，满脑子都是封建老规矩，在他们眼里，唱戏的就是下九流，身份低贱上不了台面，一个女人家抛头露面登台唱戏，那就是坏了祖宗的规矩。这帮长辈凑一块一合计，结论就一个，必须让雪娥放弃唱戏，赶紧找个人家嫁了，相夫教子才是正道。你说讲理不？人家凭本事吃饭，没偷没抢的，怎么就低人一等了？合着女人这辈子就不能有自己的爱好，不能有自己的活法？更过分的还在后面。有一回雪娥抱着收音机在家里听戏，那帮长辈直接冲了过来，当众就把收音机从他手里抢了过去，狠狠砸在了青石板地上，塑料外壳当场就摔得稀碎，里面的电路板电线撒了一地，奶奶录的旧磁带也滚了出来，沾了满是灰尘。周围围了一圈看热闹的村民，没一个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，全在那儿指指点点。可雪娥呢，她没哭也没闹，连一句争辩都没有，就那么直勾勾盯着地上的碎渣子，安静的吓人。咱都知道，人真正伤心到极致的时候是哭不出来的。其实他不是懦弱，是他骨子里的骄傲，不允许自己在这帮人面前失态。可也就是从这天起，雪娥眼里的光彻底没了。你以为这就完了？更狠的还在后面。没过几天，雪娥家门口突然就来了浩浩荡荡的接亲队伍，唢呐吹得震天响，红绸子晃得人眼睛疼。原来村里长辈早就收了彩礼，私自给他定下了婚事，从头到尾连问都没问过雪娥一句愿不愿意。几个婶子大娘冲进屋，抓起大红嫁衣就往雪娥身上套。那红彤彤的嫁衣在旁人眼里是喜庆，在雪娥眼里就是捆住她一辈子的球衣。这哪里是成亲啊，这分明就是一场活人的葬礼。咱说最可怕的是什么？是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为你好，他们拿着守规矩过日子的幌子，轻轻松松就毁掉了一个人的一辈子，还觉得自己积了德。嫁过去没几天，雪娥趁着后半夜没人，偷偷跑了出去。她只想逃出这个吃人的村子，只想回去唱她的戏。可她一个弱女子，怎么跑得过整个村子的人？没多大功夫，村民就把她抓了回来。一路上连个可怜她的人都没有，骂她不守妇道的，说她不知好歹的，啥难听话都有。抓回来之后，就把她锁在了屋里，跟看犯人似的，硬生生把她困在了她一点都不想要的人生里。事情发展到这儿，傻子都能看出来要出大事了。
果不其然，就在当天晚上，整个村子悄无声息就没了活气。一整夜的功夫，上百号人的村子一个活口都没剩下，好好的村落直接变成了一座死村。最邪门的还得是现场的样子，没有打斗痕迹，没有血迹刀口，所有人都安安静静躺在自己家里，表情特别安详，跟睡着了一模一样。导演特意用了定格式的静态镜头拍，画面感跟咱们以前见的老遗像几乎没差。就这种无声无息的死亡，比那种砍砍杀杀的血腥场面恐怖10000倍都不止。这就是中式恐怖最牛的地方，不靠凸脸吓你，不靠血浆恶心你，就用你熟悉的民俗记忆往你心里钻。你瞅着画面眼熟，可越眼熟越觉得瘆人。等调查的人挨家挨户推门进去，更邪门的事儿发生了，家家户户的收音机居然全都自己响了起来，所有收音机都卡在了同一个频道，就是凤鸣戏院的频率，里面滋滋啦啦放着的全是雪娥生前唱的戏段。有人不信邪，伸手就把收音机的电源拔了，结果呢，那戏声根本没停，还是顺着电流杂音往外飘，就跟有人贴在你耳朵边上唱似的，听的人汗毛都竖起来了。咱说那台旧收音机本来就是70、80年代的老物件，搁当年的山村里都算稀罕东西，它本来是雪娥跟奶奶的念想，结果到最后成了承载怨念的邪物。你砸了我的念想，那我就让这戏声一辈子缠着你们。后来有人在戏台子深处找到了一段模糊的录音，混在戏文的结尾，声音断断续续的：雪娥，你自由了，在这里我们是一家人，我喜欢听你唱戏。村里老人都说这是执念成了煞，雪娥一辈子就爱唱戏，一辈子就守着奶奶那点念想，结果这帮人非要把她的活路全堵死，那她就用自己的方式报仇。她不用刀不用剑，就用自己唱了一辈子的戏文，把所有欺负过她否定过她的人全都困进了无尽的循环里，生生世世循环往复，永远困在这戏文里，永远听他唱戏，再也别想逃出去。你不是不让我唱吗？那我就让你们听到腻，听到死，听到轮回，几辈子都摆脱不掉。咱话说回来，这事儿真能全怪雪娥吗？说白了，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鬼怪作祟，是整个村子的集体冷漠逼出来的悲剧。没有一个人亲手杀了雪娥，可每个人都往她心上捅了一刀。他们拿着封建礼教当遮羞布，打着为你好的旗号，干的却是吃人的勾当。雪娥从头到尾都没撒过泼，没失过态，她守了一辈子的体面，最后也用最体面的方式完成了最狠的反抗。她的世界崩塌的时候安安静静，她复仇的时候也一样安安静静。很多人看完说这片子后劲大，为啥大？因为你别觉得这都是旧社会的老黄历了，搁现在这种事儿就少了吗？张嘴就说女孩子别折腾那些没用的爱好，找个稳定工作嫁人才是正经事儿的人，不也一抓一大把，话都是轻飘飘的。可你不知道的是，你随口否定的可能是人家这辈子唯一的精神支柱，你随手砸掉的一个小物件可能是人家跟这个世界最后的连结。刀子没扎在你身上，你永远不知道疼。这也是静兰社区这个系列最牛的地方，它不光是拍恐怖片吓你，它是借着恐怖的壳子讲人心，讲规矩，讲那些藏在传统里的糟粕。恐怖感是一时的，可看完之后的琢磨劲儿能留好几天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我是听雨，关注我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